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越懂事的人往往活得越累。小时候，父母总是教育我们要懂事听话，这样才会被更多的人喜欢。但长大后，你可能发现并不是这样。那些不太懂事的人往往活得很自在，而且当他们做了一件懂事的事之后，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夸奖，受到别人的喜欢。反而越懂事的人越容易被人忽略，活得越累。作为一个懂事的人，常常有这样的特征。第一，习惯忍耐。因为懂事，在遇到挫折和低谷时，不会随意的发泄情绪，因为害怕影响到别人，或者让亲近的人为自己担心，所以常常将自己的辛酸和委屈隐藏起来，只有在深夜或者空无一人时独自崩溃，自己消化情绪。第二，习惯付出。因为懂事，想要让自己认为重要的人开心和轻松，所以形成了较强的同理心，对别人的情绪能够感同身受，常常为别人考虑事情，容易帮别人扛着压力。但是当自己遭遇困境时，却不想麻烦别人，总想着自己独立解决。第三，习惯迁就。在和别人发生矛盾，或者和他人有利益冲突时，往往会选择迁就别人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别人也不容易。在别人有求于自己时，往往不会拒绝，总是尽全力地帮助别人，到头来可能连一句感谢都得不到。而自己的需求往往不被重视，甚至被漠视。懂事的人在一次次的忍耐、付出和迁就中，感到深深的疲惫，感叹到活着真累。如果你现在正陷入懂事带来的痛苦中，想要自救，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尝试。第一，学会拒绝。懂事的人往往在别人求助自己时不好意思拒绝，觉得拒绝是一种冒犯，会影响和对方的关系。而答应对方可以满足对方的期待，被对方喜欢和接纳。在懂事的人心中很少有自己的位置，这也是造成自己不快乐、很疲惫的重要原因。其实对于不喜欢的人和事，面对别人过高的期待、不切实际的负面评价，你有权利说不。只要你勇敢地拒绝一次，迈过了内心这道坎儿，你就会发现拒绝没有那么难，内心会变轻松很多。然后你的想法和需要也会慢慢地被别人发现和重视。所以开口拒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第二，学会倾诉。懂事的人总是习惯压抑自己的情绪，但比起忽视情绪，更好的方式是面对情绪，调节情绪。而倾诉和表达是调节情绪的重要方式。生活中我们很难保证永远快乐，一直正能量满满的状态。在遇到心酸和委屈时，不要一味地假装坚强，试着表达出来。比如你身体不舒服，丈夫下班回家也不帮衬家务，你可以表达你的委屈，要求他拖一下地。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，把你的不满表达出来。在遭遇不幸和失败时，也不要独自消化负面情绪，可以和身边亲近的人倾诉。他们或许不会直接帮到你，但可以充当倾听者，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关心和陪伴你。第三，学会争取。不争不抢，你觉得你为了别人好，别人会懂你的付出和谦让，但事实可能是别人觉得你根本不需要。当别人习惯了你的不争不抢，就会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应当。当你有一天想争取你应得的东西时，别人反而会觉得你在抢他的东西。所以属于你的利益就要据理争取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也是你爱自己的方式。